怎么没有一点动静？难道打偏了？或者我们不在射程里？巫师大人，穿过去了。穿过去？什么穿过去了？巫师大人，我看到他们发射的炮弹直接穿过了破晓号的船身。我的箭矢穿过了他们的船身，他们的炮弹穿过了我们的船身。这难道说……巫师大人，小心！确定了自己的猜想，晴天一脸淡然地看着袭来的炮弹，不闪不避，然后炮弹从晴天的身体穿过去，毫发无伤。原来如此。巫师大人，你没事吧？都起来吧。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只是个幻象，或者准确地说，叫海市蜃楼。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海市蜃楼，真的是太走运了。这可是难得的奇景呢。女巫大人，海市蜃楼是什么？那是一种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一种自然光学现象。这样解释有用吗？简单来说，就像我们投射到地面的影子一样，海市蜃楼是通过更特殊的方式投射出来的影子。哦，原来是影子啊！他过来了。幽灵船与破晓号擦肩而过，隐约能看到上面模糊不清的身影。海上出现的海市蜃楼都是能够移动的，而且似乎能对我们做出某种反应。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海市蜃楼。也或许，这并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种只有这个世界才存在，或者还未被人类发现的自然奇景。巫师大人，雾散了。离开白雾后，幽灵船就消失不见了呢。应该是在白雾里才独有的奇景吧。出了白雾后，破晓号不做任何停留，继续朝着生物圈3号进发。航行恢复了平静，虽然偶尔会遇上狂风暴雨，但和离开荒岛时的时空雷雨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烤鱼、清蒸鱼、水煮鱼，我想念在岛上的生活了。仓库里应该还有很多罐头和猪肉干吧？为什么不吃那些？那些都是吃完就没的珍贵食材，怎么可能乱吃？好无聊啊！你想将其他的族人都训练成战士？是的，分成2组轮换训练。这样一来，即便是航船遇到什么突发情况，也有多余的人手可以应对。训练战士是件好事，但这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成为一名战士，或者说，战士都是天生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考核制度，将有成为战士潜质的族人挑选出来，加以培养。船上的战士只有卡塔他们几个，虽然其他的族人也能参加战斗，但战力太弱了。要是真的遇到危险，在这大海之上，光靠卡塔他们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至少要让族人都拥有自保的能力。你说的对，你是巫师大人，你来做决定就行。族长，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想让你帮忙的，你可别想做甩手掌柜啊。哦，对了，在你们以前，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战士？很简单，只要在成人礼的时候独自带回一头狼，或者比狼更强大的凶兽就行。够简单，够粗暴。狼是群体性动物，想要狩猎一头狼，实际面对的是一群狼，这可以说是对个人战力、智慧以及狩猎经验的全面考核了。不过更令我惊讶的是，阿鲁巴竟然能通过这样的考核，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晴天和帕颂商讨了很久，最后晴天决定依然采用拉达部落选拔战士的办法，让白眼跟他的狼群来当教官。考核是在1周后开始的，除了哈穆尔几个老人和艾比艾路几个孩子外，所有的族人都是参加了。狼群成为了试炼的考核官。这次考核足足进行了1个月，
最终，一共有13名族人通过了考核。至于那些落选的族人，则跟着波库马兄妹学习射箭。若是提升箭术，对他们整体的战力会有很大的提升。今天，我也想学射箭。我想，在必要的时候，也能保护其他人。行啊，我教你。在拉弓的时候，动作不要太僵硬，放轻松一点，握把贴住手心，找到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快点，再快点！没有力量训练，就做不到稳定的拉弓。想要碰弓箭，就先拉满100下。真的不需要和他们做一样的训练吗？你还是先熟练基本姿势吧，他们的训练对你来说还太早了。此时，在船的另一边，正在上演的是实战课。双脚的防御太空了。乱跳是没有用的，只会白费力气。不要试图给对手致命一击，你要做的就是将你手中的武器落到对手身上。前面是……大家注意了，本次海上旅途即将结束，请各位乘客做好准备。破晓号即将到达生物圈3号。准备迎接新世界了吗？准备好了。时空雷云虽然恐怖，但我们已经成功征服过一次，这一次再无所畏惧。破晓号离时空雷云还有100米，大家快点回到各自的岗位。明白。明轮启动，全速前进。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破晓号悍然闯入时空雷区域。巫师大人，我们到了，前面有陆地。真的是陆地！是陆地，真的是陆地！我们到了，航行终于结束了。那就是生物圈3号，比预计中要早到达呢。这是好事不是吗？我本以为要半年，没想到3个月就到了，真是意外之喜。绳子继续放，速度要均匀。杰西卡姐姐，我们现在这是在做什么？近海区域海水浅，容易触礁，这对航船来说是极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得先派出船只探路，确保航路安全。这里就是生物圈3号。我看这些树是直接长在海水中的。那是红树林。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哪块区域吗？戒指在这边没有定位功能，应该是因为戒指本身关联的是宝岛2号，而非生物圈3号的缘故。不过通过植被特征红树林作为关键字检索，再结合海岸线的形状，就能大致确定我们的位置。热带雨林，雨林第3区。这里全都是雨林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区域登陆，你觉得呢？热带雨林是陆地上生物种类最多的生态环境，蛇虫鼠蚁、毒物猛兽出没频繁，在这里登陆实在不是个明智之举。还是先看看附近有没有不那么危险的区域。温带季风丘陵，隔壁区就是一个很好的停泊点，我们就去那儿吧。根据戒指里的资料，我们大概3天左右就能到达丘陵地区。好想快点上岸啊！是呀，在船上实在是太无聊了。实在是太奇怪了，按计划前天下午就应该到温带季风丘陵 A1 区，可现在我们还在绕着热带雨林第3区的海岸线航行。会不会我们已经到了，只是不知道？不会的，2个区域植被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外头只有红树林。巫师大人，女巫大人，波库马，你是不是发现丘陵了？巫师大人，我并没有发现丘陵，只是……哎呀，你们还是出来看看比较好。是我记错了吗？不应该呀，这里的环境好熟悉，我们是不是来过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是……这片海岸
应该只是相似，对吧？我也希望是这样，不过这未免也太像了。不是相似，这里就是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停泊点。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绕着生物圈3号转了个大圈？不对，按照地图的显示，生物圈3号上不同地形的区域相互接壤，我们是不可能忽略掉的。而且整个大陆那么大，也不是短短7天就能绕过来的。我们要么是一直在沿海绕圈子，要么是地图错了，或者是实验事故中摧毁了丘陵区，仅剩下了眼前的雨林区。不过戒指一直指向这片热带雨林第3区，看来无论如何我们得走一趟了。快看，有猴子！啊，好奇怪的猴子，它的爪子好长。这不是树懒吗？神奇，这玩意儿还会游泳啊？我记得它们好像只有拉屎的时候才会下树吧？寻求配偶的时候也会。树懒是天性独居的动物，只有在求偶的时候才会聚集在一起。大多数树懒都会选择在雨季结束和旱季开始的时候交配，因为那时食物最充足。那时雌性树懒会发出尖锐的求偶叫声，雄性则会向尖叫的雌性靠近。而在这段时间里，树懒为了繁育后代，雄性树懒甚至会跨越整个海湾。那我们还是不要吃它了。不吃了，虽然看很好吃。哎，对了，要不要等退潮后下去看看？退潮后的红树林可是相当的热闹。哎，好啊！耶，我们早就憋坏了。啊，久违的感觉，果然还是站在大地上让人感到安心呐。终于上岸了！脚下的淤泥很滑，大家小心些。哎呀，你们呐，别那么激动。我们还是到前面看看吧。叶琳姐姐、杰西卡姐姐，你们快看，好奇怪的螃蟹！小心别被夹到手哦。这螃蟹钳子一大一小，而且眼睛很长，好像蟹老板啊。虽然长得像，但蟹老板的原型是圣诞岛红蟹，而这个是招潮蟹。这颗是什么果实？不知道能不能吃。这可不是果实，而是种子。女巫大人，这是种子。这叫红海榄，和其他植物不同，胚轴发育到一定程度后脱离母树，掉落到海滩的淤泥中，几小时后就能在淤泥中扎根生长，而成为新的植株。原来不能吃啊！它们的种子肯定是吃不了，但红树林里一般会有种拇指大小的绿色果实，叫懒钱果子，将其和草蛤一起炖汤，就能成为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绿色果实，草蛤，走起，我们一定要找到懒钱果。真是一群吃货。没错，这就是懒钱果。这么多天的海上漂泊，他们早就吃腻了船上的食物，能换换口味当然是好的。都别浪费时间，大家一起来捡草蛤梨，抓招潮蟹。这也太好喝了吧！哇，从没喝过这么鲜美的汤。这浓郁的甜美，仿佛间我又回到了那片被海水冲刷的滩涂上。车螺肉嫩口弹牙，像是果冻一样，里面饱满的汁水也是十分甘甜。这俩人又开始我为什么会说又？啊，好饱，好饱。实在吃不下了。亚马逊雨林危机重重，这次去侦查，我觉得还是让所有战士都跟着你比较好。不行，船上老弱妇孺，要留下部分战士看护。可这么一来，能带的东西就少了，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也会变弱。所以选择物资得多花费点心思，确保携带的东西尽可能都能派上用场，避免浪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都在筹备着此行所需要的物资，缝制衣物与鞋子，提炼薄荷，制成驱蚊用的精油。一定要小心啊！知道了，快回去吧。雨林第3区的最外围是大片的红树林，树木交错缠绕，想要徒步穿过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我们乘坐小船进入河道，不仅更轻松，速度也更快。我打头，你们跟着我走。护士大人，前面没路了。不应该啊，这条河道应该是直通陆地才对。看样子河流改道了。大家下船，我们踩着树根走过去。这树干上有淤泥和苔藓，大家小心点儿。快看，这棵树上竟然有鱼！那是弹涂鱼，能够用肺呼吸，而且有着强壮的胸肌，能在滩涂上爬行，也能够上树。真是不可思议。嘿，不知道好不好吃？看来并不好吃。走吧，我们得赶在晚上之前上岸才行。快看，前面就是陆地了。哎，终于到了。离天黑还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先找个地方准备过夜吧。等明天我们再深入雨林。这里的树木还真是茂盛呢。白眼，这是怎么了？难道前面有危险？我闻到一股很浓的尿骚味儿。你是狗鼻子吗？我们不会是闯进了某个野兽的地盘吧？美洲豹又叫美洲虎，喜欢栖于树林茂密的热带雨林，是喜欢游泳的猫科动物，是蛰伏突袭的掠食者。这是从没见过的狮子呢，身上有好多斑点。尾巴也和其他的狮子不太一样。那是美洲豹，可不是狮子，但它擅长偷袭，可能比狮子更危险，所以最好还是小心点。他这是在宣示领地吗？白眼，去，告诉他，这个地盘我们征用了。天色已晚，大家各自分工，搭建帐篷，准备过夜。哦，我已经闻到香味了，没想到美洲豹还是不错的食材呢。这肉有点柴啊，还有点腥，看来没有调味料还是不行啊。我觉得味道还不错。是呀，很好吃。能填饱肚子就行。雨林夜晚更加危险，幸好一夜平安无事。把水壶装满后，我们就出发。雨林里实在太闷热了，汗不停地往外冒，衣服都粘在皮肤上了。那是蜈蚣。亚马逊巨人蜈蚣，体长25到30厘米，有剧毒，蛰伤局部可致红肿、灼痛，同时让人产生淋巴管炎，但全身反应较轻，可出现畏寒、发热、脉搏增快、沾雨及抽搐等，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所有人不要动，千万不要动！卡塔，你听我说，你千万别被吓到。现在你的脚面上有一条亚马逊巨人蜈蚣，所以你千万别动。他走了，还好，看来蜈蚣只是路过，并没有攻击。这蜈蚣未免也太大了吧！你们看它的牙齿，怕是连鞋子都能贯穿。还好巫师大人发现及时。这雨林里到处都有这类毒物，大家要警惕些。我们出来了。大家先休息一下吧，接下来应该会好走很多。不过相应的，越往深处走，危机就越多，大家得加倍小心才行。这里的蚊子未免也太多了。哎呀，好讨厌！
为什么都在盯我呀？阿鲁巴，接着。蚊子本就喜欢湿热的环境，临近中午，随着气温越来越高，蚊子怕是会越来越多。哇，蚊子都自己飞走了。当初让杰西卡提炼薄荷精油，果然是正确的。这里怎么了？我好像听到了水流声。水流声？这好像是河流的声音。应该是在这边。难道只有我什么都没听到吗？就在前面。走，我们去看看。真的是河流。也不知道是不是淡水河。白眼本来就是在野外生存，可以让他先试试。哇，是淡水，这水好甘甜，你们快来喝。我还没试呢，蠢货！不是告诉你不要随便喝野外的水吗？要是能根据这条河流来确定现在的位置的话，接下来的路会好走不少。地图上，算了，看样子仅凭一条溪流是没办法确定位置了，要加上其他参考物才行。天也差不多快要黑了，今晚就在这河滩过夜吧。河滩上除了鹅卵石之外，就是枯枝败叶，正好免得我们费力打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位于溪流边上，自然是要吃鱼。这里的鱼都很小呢，起码得抓上百条才吃得饱吧？而且很难捉。要是有网就好了，肯定能轻松很多。我觉得不如去附近转转，肯定会有不少野兽。现在正好是傍晚，如果遇到狮子、老虎什么的，正好可以抓一只。麻烦给狮子老虎一点面子好不好？别说的好像是去后院抓只小鸡一样。那便是蜡蓼草，又名棉毛酸膜叶蓼，一年生草本，生于静水草地、流水沟中或阴湿处，能用来驱逐虫害。将其碾碎后放到水中，还能麻痹鱼虾。不用那么麻烦了，我们还是吃鱼吧。巫师大人，那种草真的能让鱼从水里自动浮起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只要等着就行。你们快看，那些鱼飘起来了，浮起来的小鱼越来越多了。这鱼的鱼刺好少啊，和我们之前吃的鱼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是罗非鱼，属热带性鱼类。以宝岛2号的气候来说，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你们应该没吃过。没想到这河流的鱼类资源竟然这么丰富，不到1个小时就抓到200多条小鱼，一顿根本吃不完。啊，那是……阿鲁巴，你别上手。有什么关系吗？我已经洗过了。巫师大人怎么了？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黑影有点像人？快救人！他已经死了。虽然在上岸之前我就想过，生物圈3号可能会有和我们一样被时空裂缝卷进来的人，可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得到印证。这是石系造成的伤口。从他身上的兜裆布可以看出，这个部落的文明比拉达部落高上不少，就是不知道这个部落是否会像拉达部落一样友好。巫师大人，怎么处理？暂时先把这尸体处理了吧。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戒指所指引的目标，还是别节外生枝比较好。卡塔，你干什么？水中之灵必然会安抚他的灵魂，所以这是水葬。这具尸体的出现无疑表明，在生物圈3号上存在着其他部落。尽量不要和其他部落的人接触，以我们自己的计划为主。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需要安排人手守夜，每人轮流值班2小时，确保大家都能得到充足的睡眠。走到这里后，河岸的2边高了很多呢。河流的源头多发源于高原山地区，
上游地势起伏落差大，河流流水切割作用明显，下游则是相反。我们现在正是从下游往上游走，正常情况下，两边的阶地会越来越高。是不是水也会变得越来越浑浊？浑浊？河流突然变浑浊了，看样子应该是上游下雨了。我想，我们最好找个高处待着，要是洪流袭来，我们就全完蛋了。快上岸！巫师大人，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这么着急离开这里啊？一个推测而已，我也不敢肯定是不是真的。不过安全第一，我们先……地震了！不对，你们看那里是洪水！真的是洪水！阿鲁巴，你速度再快点儿！不管那么多了，一起上！好险，差一点就要被冲走了。要不是巫师提醒，我们现在已经完蛋了。难怪水流却只占了1/3不到，河滩却那么开阔，原来是河流暴涨的时候冲刷出来的。哎，那是亚马逊森蚺，主要栖息于南美洲，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森蚺生性喜水，通常栖息在泥岸浅水中，主要捕食水豚、水鸟、龟，甚至凯门鳄，是河流食物链的顶端。小型泰坦蟒？那是亚马逊森蚺，可不是什么蟒蛇，更不是泰坦蟒。虽然这两者外表很像，蟒蛇的身上有着明显的鳞片，而蚺蛇则是滑溜一片，有点像泥鳅的皮肤。不过这两者都是极其危险的存在，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今晚晚餐有了。我这话应该是白说了吧？明明头那么小，可身子却长得那么大，肉量应该不少吧？感觉有点可爱呢。嘿嘿，还没吃过大蛇的肉呢，不知道味道怎么样。用烤的还是煮的？用烤的吧，方便。估计得遇到兽群才能威胁得了这几位了，否则再大再凶的野兽也只是送上门的食材。不过话说回来，从目前遇到的野兽来看，都属于正常体型的范围。看来实验事故对这区域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但还不能掉以轻心。喂，阿鲁巴，切下一部分带走就行了。这头成年森蚺少说有225公斤，带不走也吃不完呐。接下来的行程，因为洪水泛滥，无法继续沿着河道走，只能回到了雨林里，用开山刀清出一条路来继续前进。走了1个下午，也才推进了8公里。天快黑了，今晚就在这里过夜吧。下午5点，雨林里已是一片昏暗。晴天一行人清理出了一片空地，为过夜做准备。肉应该好了吧？别急，等我撒上点盐。哇，这蛇肉也太香了！确实，比那什么美洲豹的味道要好太多。白眼，沙雕，你是说白眼察觉到有人靠近？快灭火，有人来了！也不知道白眼所说的人是不是和他一样的土著人。虽说以貌取人不对，但他身上的刺青以及装饰实在很让人容易联想到食人族，尽量不要接触为上。哼，大花豹真是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话又说回来，那女人真是漂亮。你就别想了，那是献给科尼奇阿瓦大人的祭品。看样子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巫师大人，他们走了。先别着急起身，再等等看，说不定他们后面还有人。2个小时后，肉完全冷了，味道也变了。看样子那3个人只是路过而已。不过让我在意的是，他们身上的装饰品分明就是人的骨头，难道真的是食人族？对了，卡塔，你在我们原来的部落有见过他们吗？他们说的好像是我们部落的语言呢。尼克，你不说的话，我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确实和我们说着一样的方言。
没见过。或许族长会知道，毕竟他经常会去其他的部落交换物资。等等，你们说，刚才我们见到那3个人说的是阿拉伯语，也就是拉达部落的语言。我们不会听错的。怎么了，巫师大人？这其中有什么问题？有，而且是大问题。正如波库玛所说的一样，若不是哈尼尼克提醒，晴天还真没注意到这点。因为那3名土著人对话的时候，他听到的分明是普通话。我们都听到了那3个人的对话，但是我们听到的是拉达部落的语言，而巫师大人听到的是叫做普通话的语言。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呀！巫师大人，阿鲁巴坏掉了。想不通就算了吧，不用勉强。既然想不明白就算了，对于现在而言，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好痛！快看前面，这是村落。该不会是昨天晚上那3个人所在的村子吧？没看到有人，难道都出去打猎了？那边有死人！这村落这么安静，不会是被屠村了吧？部落之间的冲突，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不知道这村落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人生地不熟，还是不要瞎掺和比较好。走吧，我们绕过去。是婴儿的声音。村子里还有婴儿活着。巫师大人，我们要不要去看看？还是直接离开比较好。死寂无人的村落，婴儿的啼哭，按照套路发展，进去就会遇到鬼打墙，然后见到鬼吧。提高警惕，我们摸过去。看样子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大家小心行事。声音就是从这屋子里传出来的。看样子是尿了，得换尿布才行。你们谁有照顾婴儿的经验？我没有。到了，终于到了。阿鲁巴，你别过来！尼克，快拿一套干净的衣服来。在这之前得先把大便擦干净吧。好臭啊！他是谁？身上的衣服好奇怪，这精美的布料，是城邦里的贵族吗？整个村落连一点食物都没有，看来应该是都被其他部落洗劫一空了。那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不会有问题吧？我想没有强盗会返回刚洗劫过的村落。这么说，这个孩子还真的是幸运呢。看来掠夺者还没有丧心病狂到对婴儿下手，不过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也许是更卑劣的恶趣味。巫师大人，你们有谁知道这不到1岁大的孩子除了母乳外还能吃什么吗？既然遇到了这个婴儿，那肯定无法置之不理。到底是将这婴儿带回破晓号，还是将他交给可能存在的其他部落？当然是吃肉啊！淡定淡定，不一定是饿了，先看看。啊，不哭不哭，来吃块肉，很香的。阿鲁巴，你疯了吗？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咬得动这么硬的肉干？至少要先嚼烂再喂啊！你个白痴！卡塔，你说的对，不过嚼烂多恶心，一点一点撕成肉丝，是不是更好点？哎呦，不错哦，阿鲁巴，你变聪明了。还是先喂点水看看吧。巫师大人，现在怎么办？不如熬点肉汤。要不把婴儿打晕吧，睡着了就不会觉得饿了。哦，卡塔，好主意！啊，那边是巫师大人，外面起火了，快救火！千万别让火势蔓延到这里。很好，这样就能形成隔离带，避免纷飞的茅草将火焰带到其他屋子。
导致火势进一步扩张了。不过，屋子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起火呢？而且还不止一间，这是人为纵火。当我不存在，迅捷猎豹！太慢了，猫的反应竟然是个女人。难道她是这村落的人？等等，小鬼，你要干什么？哎，这场火应该就是他放的吧？也没其他人了。她会不会是这婴儿的母亲呀？就算不是，也应该是这孩子熟悉的人，否则不会对他那么亲近。你醒啦？别过来！你别过来！尼克，发生什么事了？这是我的村子，滚开这里！你们这群恶魔，滚开！冷静，请你冷静，我们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别害怕，我们不是什么恶魔。他们后退了，他们人多势众，如果真要伤害我，早就动手了。他们的穿着好像和那伙人也不一样。居然把这茬给忘了，自己说的是普通话，他又怎么听得懂啊？我叫索拉姆，这是我的孩子，我们在这片森林里长大，我的父亲和爷爷也是如此，我们族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很久了。他这话是听懂我的话了，还是恰巧想表个态？我叫秦天，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只是偶尔路过这里，并没有什么恶意。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秦天，来自天上的孩子。我是玉米人。竟然听懂了？难道在这第三区里，所有人不分语言都能无障碍沟通？不过比起这个，玉米人是个什么鬼？不介意的话，我们坐下来聊可以吗？算了，现在也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好。你怎么了？没事，我真是太累，太饿了。这深沉的眼袋，消瘦的脸庞，他应该很久都没有合眼了吧？神经也一直紧绷，看样子之前完全是靠信念在支撑着。你可以慢点吃，我这里还有。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不客气，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说说你们的村落发生了什么吗？事情发生在3天前，一个夜里，我们村落忽然遭受了其他部落的袭击。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部落里的战士还是在第一时间奋起反抗，展开了一场厮杀。只是对方人数众多，我们村落根本不是对手。除了死去的族人外，所有人都成了俘虏。按照部落之间的传统，杀死婴儿会受到神的诅咒，因此我的孩子被遗弃在了村子里，这才逃过一劫。索拉姆，快跑，回去照顾我们的孩子！随后在押送途中，我的族人给我制造了逃跑的机会，这才得以逃脱。他睡着了？哭累了。拉达部落会接受来自其他部落的人吗？不知道。不知道。难道拉达部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印象中好像没有。巫师大人，你想把他带回去？若是附近有索拉姆他们部落交好的部落，我们可以护送他过去；若是没有，就只能将他们暂时带回破晓号了。当然，这个需要在索拉姆醒来后寻求他的意见。一个受伤的女人带着一个不满岁的婴儿，绝对不可能在这雨林里活下去。在这之前，大家先好好睡一觉吧。出去守夜。第二日早，我本打算找索拉姆谈谈，看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可想来是身子太过于虚弱，机能还未恢复的缘故。纵然休息了一夜，可索拉姆依然没有醒来的迹象，只能留下哈尼尼克和拉格纳留守在这里。我带着其他人去村落附近逛逛，看看能不能找点什么吃的。这应该是索拉姆他们族人
平日里行走的路线吧？就是不知道通向哪里。大概率是狩猎或者获得食物的地方。3条路，我们走哪边？哪边好走哪边。啊，波库马，你快看，这蜘蛛好漂亮！蜘蛛？要是再拿这种东西对着我，你就完了！这是什么情况？波库马向来害怕这种浑身长毛的多脚生物。这些是斑落心腹吧？我记得隔壁宿舍的老王是曾经用30块钱买过一只。要这么算的话，这里的斑落心腹少说能卖个好几千了。果然不愧是雨林呢。快看，好像是椰子树。太好了，有椰子吃了！波库马，你有看到椰子吗？正在找。难道椰子都被摘光了？话说，我怎么感觉这椰子树和我们平时见到的有点不一样呢？当然不一样，因为这压根儿就不是椰子树。这树的名字虽然叫溪谷椰子，但并不是我们平时常见的椰子树，也不会结出椰子。不过这树在顶端花序未抽出之前，树干中部会蓄有大量淀粉，是巨大的淀粉贮藏器官。直白地说，这树干本身就是能吃的。能吃？好像没什么味道呀。这个树干好难咬啊！不好吃。你们……这树心竟然是白色的，那就是它储藏的淀粉。这就是可以吃的部分，对吧？可以这么理解，但更准确地说，我们用水浸泡树心，过滤后得到的淀粉浆才是能吃的部分。用水浸泡，然后过滤？我们现在的淡水不够吧？村落里也没有多余的存水。那么问题来了，你们有没有想过，索拉姆他们的族人是怎么做的？你们看，这周围这么多的树桩，肯定是之前索拉姆的族人看溪谷椰子树留下的。然而村落里并没有足够的淡水来提取溪谷椰子里的淀粉，所以我猜的没错的话，这附近肯定有水源。也就是说，这2条小道当中，其中有一条是通向水源的。那我们走哪边？右边吧。这条小路上有着树木拖拽留下的痕迹，虽然不是很明显。不愧是卡塔。快看，是河流！这条河比我们之前遇到的那条可大多了，应该会有不少大鱼。时间允许的话，倒是可以钓几条回去。当晴天他们到达河边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剩下的时间不多。短暂的休息后，几人开始着手提取溪谷椰子树干中的淀粉。4人分成2组，用开山刀将树心凿成木屑，之后将溪谷椰子树的外皮折成方形，用树枝固定，做成器皿。树心屑泡入水中揉搓，将水变成了乳白色，那就是淀粉液体。用麻布过滤淀粉液，再静置10几分钟，原本悬浊的淀粉就会逐渐凝聚在底部。这就是淀粉吧？看起来和小麦粉一样呢。因为小麦粉也是淀粉，只是获取的途径不同而已。从本质上来说，这2者都是一样的。收拾一下，准备回去了。现在是下午3点左右，算上回去的时间，正好能在天黑前回到村落。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尼克。感谢巫使大人吧。巫使大人？就是巫神大人的使者。巫神的使者？祭司大人？巫使大人回来了。这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厉害吧？这是从树干里提取出来的淀粉。祭司大人，请您原谅我之前的无礼。祭司大人，什么情况这是？祭司是被神选中的代言人，能够和神交流，为神传授知识。你们的巫师应该就是我们的祭司了。原来如此，可惜我并不是真正的祭司啊。对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还要继续深入雨林，不会长久待在这里。如果这附近有和你们交好的部落，我们可以送你们过去。
要是没有的话，我打算前往城邦。城邦？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城邦，有关的事情都是听部族的长老说的。据说城邦是由一间间用石头搭建起来的巨大房子组成的大型部落，在那里食物充沛，种植着大量的玉米和可可豆。作为神奇的后裔，国王和贵族们就居住在那里。每当节日或者遇到灾难的时候，国王就会让祭司在城邦里准备祭祀大典，向神祇贡献祭品，为子民求得祝福和保护。城邦？没想到西米淀粉还能这样烹饪。哦，真好吃！淀粉被烤得外焦里嫩，再加上肉干渗出的油香，实在太美味了。如果真如索拉姆所说，那这片大陆的格局要比我想象中的大得多。那你们平时是怎么处理这个西谷椰子树的淀粉的？这是个巧合吗？我们一般会做成西米，煮粥喝。西米露？这都是你口中所说的祭司大人传授的知识，就是那如何从西谷椰子树里面提取淀粉，以及做出西米的方法。部族里的长老说，祭司大人无所不知。西谷椰子和西米分明是现代才出现的词汇，可我现在竟然从索拉姆的口中听到了。索拉姆，你刚才说要去城邦对吧？难道说那祭司是现代人？说不定是船上的学生或者老师，然后和我当成拉达部落的巫师一样，混成了玉米人的祭司。这次我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毕竟快要到祭祀大典了。在押送路上，我偶然听到他们要将我的族人带到城邦卖掉，所以我要去将他们买回来。城邦，即便是索拉姆本人也只掌握着零碎的信息，但从这些可以拼凑出来，归纳几点：第一，以城邦为中心，城邦周围分布着大小不一的部落，在一般的情况下，部落之间并不知道彼此的位置，即便是知道，也互不来往，只在自己所熟悉的地界活动。不过这并非绝对的，有的部落会对其他部落进行掠夺，要是被俘获，则会被当成奴隶交易，或者贡献给城邦当做活人祭品。第二，索拉姆他并不知道城邦的具体位置，眼下只有村落里流传下来的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一直前进这一句话作为线索。去看看吧，戒指所指引的方向也是向东，正好顺路了。最重要的是，那祭司的身份着实让人在意。能够传授这么多知识的祭司，要是真的是现代人的话，说不定能拉入伙，那时候无疑又多了一大助力。一群土著人竟然会拥有钱的概念，还会把钱藏在自己的屋子的底下，这可真是稀奇。没想到留下要挖地，早知道就和拉格纳交换，去收集溪谷淀粉了。那是什么？钱吗？啊，骨头！那是族长的家人，他们将会一直和族长同在，一直守护着这个家。在你们村落都会将死去的亲人埋在自己屋子下？不过祭司和贵族会给自己修建墓穴。感情我们这几天都睡在墓地里。这应该就是装着钱币的罐子了。索拉姆，你们部落里应该没有骨灰一说吧？骨灰？算了，当我没说。看样子这并不是一个骨灰坛，也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哼，我早该想到才对。什么呀？原来只是贝壳而已啊！哇，好漂亮的贝壳啊！有了这些珍贵的贝壳，一定能将族人买回来。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您真的愿意帮助我吗？就和今天早上的回答一样。是的。谢谢您，巫师大人。我能再请您帮个忙吗？你先说，我再决定帮不帮。我想请您给这个孩子举行赫兹梅克仪式，然后给他取一个名字。赫兹梅克？
赫兹梅克是我们的出生仪式，用来庆祝孩子的顺利成长，而根据孩子的性别不同，所举行的时间也不同。一般来说，女孩在3个月举行，男孩在4个月举行。虽然巫师大人并非祭司，可也是被神奇选中的人，由他来主持仪式的话，应该会给孩子带来好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打算在什么时候举行？这仪式听起来未免也太像中国的抓阄了。看样子，我的推测可信度又高了几分。那巫师大人，您是同意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你能这么信任我，让我给你的孩子举行这个意义非凡的仪式，这是我的荣幸。我打算在下个月举行。你确定？今天可才18号呀，为了一个仪式等这么长的时间，难道索拉姆不为他的族人着急？虽然2天的时间有些仓促，但从现在就开始准备的话，应该能将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2天时间？什么？只有20天？索拉姆他们所用的历法1个月只有20天，但确实，在公历出现之前，世界各国使用的历法都不一样。这么一想的话，索拉姆他们的历法中1个月只有20天，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在得到货币后，晴天和阿鲁巴将不小心挖出的骸骨重新安葬好。之后，晴天带着阿鲁巴前往溪谷椰子树林，协助卡塔几人，而尼克则是留下帮助索拉姆准备仪式所需要的东西。哎，巫师大人，现在时间那么充足，我觉得我们等会儿可以下河摸几条鱼。钓鱼就行，摸鱼就算了。此前遇到过的浅潭溪流还没什么，水深不过膝盖高度，已清澈见底，完全不用担心水下藏着什么危险。但这里压根儿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亚马逊热带雨林，这也就意味着亚马逊该有的物种这里都有，包括那凶残的食人鱼和凯蒙鳄。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安全。眼前这河流不知深浅，有水浑浊，从其宽度上来说，完全能孕育出什么大型的鱼类。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的话最好不要下水。这2天一直在吃作为备用食物的肉干，眼下剩下的量仅能维持2天，可不能继续消耗下去了。在出发之前，得尽可能的收集溪谷淀粉才行。若是可以，最好能熏制点鱼干带上。快看，我抓到了好多蚯蚓！哎，巫师大人，你这是在做什么？自动钓鱼的装置，一旦有鱼咬钩，这个扣子就会脱开，紧接着鱼竿打直，就能将鱼拉起来。原来如此。好，又有鱼上钩了！嘿嘿，这自动钓鱼装置太便利了，完全不用看着。快帮帮我！阿鲁巴，坚持住！连阿鲁巴都拉不起来，肯定是条大鱼。一起发力！我操，好大的力气！这什么鱼啊？不好，躲开！什么？竟然被弹开了！巨骨蛇鱼属于残存的古生淡水鱼类，早出现于1亿年前，是南美大陆最大的淡水鱼，身体粗大，弹跳能力极强，野外也会有跃出水面捕食的情况。其尾巴强大有力，可以轻易击倒成年的男性，并击碎骨骼，造成大量内伤。这巨骨蛇鱼的体型如此庞大，在惯性的作用下，其下坠的力道绝对不是我和阿鲁巴能够扛得住的，必须要在入水前将其击杀才行。瞄准他的脑袋！卡塔一击未果，在这个距离下，能够出手的也就只有波库马了。明白了。没想到在河里竟然也能孕育出这么大的鱼。在这里，即便是小鱼，最好也不要轻视。这么大的鱼，够我们吃上3天了。好坚硬的鳞片，
除了直观能够感受到的硬度外，鱼鳞内部其内的螺旋胶合板微纳结构，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化解了你的攻击力道，所以才能扛下你的攻击。总而言之，这鱼的鳞片很厉害就是了。所以巫师大人才会让我瞄准它的头部，对吧？巨骨蛇鱼不仅是鳞片坚硬，它的头骨也是异常的厚重。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也只剩下攻击头部这一个选择了。也就是说，巫师大人，其实你是让我放手一搏。所以，干得漂亮，波库玛。唉，虽然这巨骨蛇鱼的肉也不错，但是感觉还是罗非鱼更好吃些。这鱼的头颅果然很厚。还好当时用的是铁箭头，否则绝对无法击杀这巨骨蛇鱼。这条鱼的舌头竟然是骨头！哎，说不定这鱼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索拉姆，你这是在做什么？这巨骨蛇鱼的鳞片很坚硬，我打算用它做一件铠甲。巨骨蛇鱼的捕获给我们带来了大量肉食，在未来3天里无需外出打猎，但鱼肉不适合作为储备食物，还是需要照常收集细骨淀粉，为接下来的行程做准备。至于索拉姆和哈尼尼克，则是准备仪式所需要的东西。次日清晨，仪式开始。每次做这类仪式前都要来上几句请求神灵庇佑、赐福之类的话语，着实是麻烦不已。不过还好索拉姆他们站得远，我完全可以随便说些什么蒙混过去。这孩子，我这时候该做什么来着？仪式开始时，巫师大人，您需要拖着这孩子的屁股，使他坐直，高高举起，让这孩子的视线跟您持平。所以这怎么感觉像是辛巴？糟糕，因为这太像那画面，情不自禁就喊出来了。先冷静，索拉姆他们肯定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完全可以找个说法糊弄过去。辛巴，看样子连理由都不用找了。在这之后，您需要给这孩子一一介绍9样物品的用途，而且每介绍完一样，需要您转1次圈，这代表着圆满。这是一把匕首，有了它，你就能割断野兽的脖子。这是鱼竿，有了它，你就能钓起水里的鱿鱼。这是弓箭，有了它，你就能射在100米外的猎物。这是锄头，来吧，现在选择你未来的道路。接下来只要再根据这孩子选择物品，说出祝福语，最后取个名字，这仪式就能结束了。等等，你怎么全都要啊？这倒霉孩子，拿那么多干什么？那么问题来了，现在我该说什么祝词啊？有了，大地，孕育万物，包容万物，一如这孩子受揽一切。大地，这就是他的名字。大地孕育的孩子，太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也有自己的名字了呢。大地嘛，还真是个好名字呢。听这名字就能知道，这孩子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强大的战士。难以置信，巫师大人竟然能想出这么好的名字。索拉姆，你的伤势怎么样了？多谢巫师大人的关心，我的伤势并不严重。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这就是这片森林的样貌吗？这简直太神奇了！这就是巫师大人的力量，一种名为科技的力量。怎么样，索拉姆？你能确定村子所在的位置吗？没问题，让我找找看，应该是在这附近。虽然定位的范围很广，不是很精确，但至少能知道自己目前所在的大概位置。不会和此前一样两眼摸黑前进，有了大致的方位，至少能制作简单的前进路线。第2日清晨，晴天他们收拾好东西，早早就离开了营地。这一次，有着索拉姆这位向导带路，几人的推进速度快了不少，一路上基本没遇到什么阻碍。不过，他们能这么顺利推进，完全是因为村落已经开辟了道路。索拉姆，
你真的不需要这衣服吗？谢谢您的好意，但我还是穿着原来的衣服舒服些。从这里开始，道路已经到了尽头，这就意味着村落的活动范围到此为止。我们接下来的路程将不复此前的顺利。前面没有路了，准备过夜吧，明天再继续出发。流落荒岛之旅，在系统的辅助下，我实现了左拥右抱的幸福人生。本想悠然种田，却引来海盗入侵。你们逃不掉的！历经艰辛，击败海盗后，我们又在岛上发现了史前文明留下的遗迹，找到了这个荒岛背后的真相。但很快，爆发的火山摧毁了我们的家园，带领部落再一次踏上了逃亡之旅，踏上了另一片神奇的大陆。没想到一夜过后竟然能收集这么多的水，还真是让人意外。虽说到最后还是需要动手收集露水，但这么做无疑是减少了收集露水的时间。巫师大人，淡水已经收集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吧。哎呀，这雨林里未免也太热了点。怎么了，索拉姆？起风了，风在低吼着。巫师大人，天就快要下雨了。这天气要下雨了？但是现在可是大晴天，阳光正烈，天上一点云都没有。是的，但是雨很快就要来了，而且会很大。看云识天气，或许作为这雨林里的居民，索拉姆没准真的能够察觉到天气变化之时所产生的异样。准备搭建营地，大家快进去躲雨。这雨未免来的也太快了点吧，都来不及搭建另外2个帐篷。要不是索拉姆提醒，我们或许连搭帐篷的时间都没有。太厉害了，索拉姆，你是怎么知道要下雨的？仔细倾听，雨林会告诉你的。哦，原来如此。我要是仔细倾听的话，会不会也能听到大地之灵的声音？还好听信了索拉姆，否则的话，现在非得成落汤鸡不可。这雨估计今晚是停不了了。下雨天还真是讨厌。从这天气变化来看，未来的1周内可能都会下雨。还好杰西卡带来的帐篷是有底的，否则的话，今晚就别想睡觉了。这场雨下得突然，也下得久，从中午开始一直下到了晚上，也不见有小下来的趋势。下雨后还真是有点冷，要是有篝火就好了。啊，这雨总算是停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就如同索拉姆预料的那样，雨林中气候变化无常，时不时就会来上一场雨。每遇到这种时候，也不管所在环境如何，晴天他们都会立即停下脚步，以最快的速度搭建帐篷。但天气古怪，有时候1天3次雨，关键下的还特别短，半小时、10几分钟，甚至连1、2分钟都有。巫师大人，雨好像停了。可不管怎样，每次变天，他们都得搭建帐篷，浪费了不少时间。除此之外，雨林中的败叶就像是海绵一样，这些天来吸收了大量的雨水，看上去没什么，可一脚下去能挤出半斤的水。这几天一来，他们都是穿着湿透的鞋子在走，连脚都被泡得发白了。该死，鞋子完全湿透了。巫师大人，我们把鞋子脱掉的话，会不会走得快一点？我现在只感觉我的鞋子既冰冷又沉重。我建议你最好不要。风又来了，所有人准备。哦，还好这次雨下得慢，连兽皮帐篷也搭建好了。不，只是这些天所练就的熟能生巧而已。还是兽皮帐篷好，可以烤火。哎，卡塔，你的脚有6根指头。我的脚。
我脚上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麻烦你们下次发现身体有什么异样，一定要记得说出来，这很重要。你们有感受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没什么感觉，就是按压的时候有点疼。这是什么？简直让人头皮发麻。虽然卡塔几人说并没有什么不适感，但在这雨林里，任何的异样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我记得系统的书城里有着相关的医疗书籍，希望那书能帮我辨识卡塔他们脚上的东西。宿主兑换书籍成功，书籍开始发放。还真是久违的感觉。找到了。直疣是发生在足底部的寻常疣，多由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与压迫、摩擦、外伤、多汗有关。其患病面积的部位和大小不同，其治疗方法一般也不同。直疣，这是病，要死了！巫师大人，接下来的安全就靠你了。我会保护好巫师大人的。会去告诉波哈姆，让他不要太伤心。我会的。你们干嘛呢？小毛病而已，又死不了人。卡塔他们真的不会死吗？几十年后，大概率还是会死的。直疣的治疗方法很简单，只需要用热水将直疣软化，用刀子将直疣割下来就行。不疼吧？什么感觉都没有。这直疣就和指甲的性质差不多，割了就割了。这就好了？当然不能，估计是1-2天，直疣就会重新长出来，到时候再割就行了，直到它不再长出来为止，那时才算好了。这也就是卡塔他们发现的早，病变的区域不大，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处理。如果严重些的话，那必须得使用药物和其他的手段。当然也有更快的，就是用烧红的铁针直接扎入皮肉中，破坏病变的组织。你们要不要试一试？看样子，这雨可能得下一整天。今天就当做是休息吧。卡塔他们长直疣的病因有2个，一是足部长时间摩擦所致的，二是雨林这一连几天下雨，打湿鞋子，给足部营造了一个多汗潮湿、易于细菌滋生的环境导致，这是诱导因素。不解决掉这2个因素的话，病症只能控制，而无法根除，甚至连其他人都有可能患病。这是漫画，系统商城竟然更新了。这封面画的倒是挺精致的，剧情应该也很精彩。好想看，干，能不能更新点有用的书籍啊？这应该是野外公益大全的升级版本吧？更新书籍中的最后一本啊，值得一试，说不定里面有什么法子，虽然贵了点儿。宿主兑换书籍成功，书籍开始发放。这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花费了1万的积分，接下来得悠着点儿了。我找到办法了，猪油加 NaOH 等于甘油，细谷淀粉加水加小苏打加醋加甘油等于可降解塑料。这是巫神所使用的器具吗？这简直是太漂亮了！这是用石头盛的玻璃，是巫师大人传授我们的工艺。应该差不多了。啊，巫师大人，这是什么东西？一种能够防水，名为塑料的东西。半小时后，宿主制作雨靴，获得3000积分奖励。这就是雨靴吗？看起来好帅气。你们谁有兴趣来试试这雨靴？哎，我，巫师大人，我来！好厉害，水全都被隔绝在鞋子外了。你，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很好，塑料并没有很硬，能够很好的贴合鞋面。相信有了这雨靴，卡塔他们脚上的直疣应该会很快消退，其他人患上直疣的几率也将大大降低。
雨靴的制作浪费了我们1天的时间，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一连数天的下雨，使得雨林地形发生了剧烈变化，大量的雨水形成了密密麻麻的洼地。这些洼地最浅的积水也能够没过脚踝，如果没有雨靴的话，相当于脚泡在污水里，时间一长，别说滞油了，怕是整个脚都会泡烂。这降雨量未免也太恐怖了点儿，竟然直接把雨林给淹了。看这水域面积，怕是已经和附近的河道接轨了吧，只能绕开了。不过大量雨水的冲刷也带来了充足的食物，比如眼前这条公牛真鲨，是唯一能深入浅水河川甚至湖泊生活的鲨类。不过洼地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地形，所以原来的地图规划已经没多少作用了。接下来几天的推进路线曲折不一，白白走了许多不必要的路程。运气不错，竟然找到了牛油果，这可是一种营养价值超高的水果。感觉这水果的味道怪怪的。我感觉挺好吃的。你们太过分了，竟然先吃起来了！啊，火！巫师大人，前方起火了！起火了？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雨，怎么可能起火？飞舞的火焰？不对，那不是火焰，那是红火蚁。红火蚁，极具破坏力入侵的生物之一，对人有攻击性和重复蛰刺的能力。在攻击时，红火蚁的上颚能刺破皮肤，释放毒液，使人体产生如火灼烧般的疼痛感，其后会出现如灼伤般的水泡，甚至会产生过敏性休克，有死亡的危险。别发呆了，赶紧跑！哎，巫师大人，那只是蚂蚁而已吧？是蚂蚁没错，但那是能咬死人的蚂蚁。能咬死人的蚂蚁？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为褐红色，可现在这群红火蚁却通身发红，并且一般情况下族群不会超过70万只，可这遇到的红火蚁群至少是10倍。而且红火蚁只有数量极少的繁殖蚁在交配季节的时候才会长出翅膀，绝对不会和这群红火蚁一样全部都会飞，应该就是实验试过的影响。索拉姆，你和白眼带着大地先走，其他人拿出酒精瓶和火把。红火蚁的速度要比我们更快，这样跑下去绝对不是办法，得想办法反击才行。稳住，等他们接近再喷。来了！什么？竟然还能过来？蚂蚁的数量太多了，护住头部，冲出去！啊！沙雕，跟得漂亮！趁这个机会，沙雕快闪开！不护马，看你的了！走，数量太多了，杀不死，这只能减缓他们的速度而已。哪来的神经病蚂蚁，见人就咬！红火蚁天敌，早蝇食蚁兽，蚁小蜂寄生蚁，白将军绿将军。这么凶残的红火蚁，不可能没有天敌，否则的话，这雨林早就沦陷了。藻蝇，一种寄生蝇，生长在南美洲，主要寄生在红火蚁内产卵，幼虫可以令红火蚁死亡。白将军，侵入红火蚁的体内的真菌，不停生长，并最终导致红火蚁在僵硬中死亡。绿将军，能感染红火蚁的真菌，可导致红火蚁死亡。黄青，在降雨天气后，黄青会捕食红火蚁，并有较高的捕杀效率，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红火蚁的扩张。有了，这边走！他们快追上来了！上酒精瓶，别让他们靠近。离河边还有几分钟路程，得坚持住才行。巫师大人，我们到了。跳进去！有能耐你就下来。这是蜻蜓？对，黄青，蜻蜓的一种。果然是来自血脉上的牙齿。面对黄青群，红火蚁群连反击都做不到。不敢相信，这场战斗就这么结束了。
巫师大人，这些蜻蜓不会也咬人吧？放心，他们对人不感兴趣。你们现在有没有感到头晕恶心？没有。就是被蚂蚁咬的地方，感觉有些发烫。还好，他们都没有过敏反应。不过这被红火蚁叮咬的伤口得赶紧处理才行。但在那之前，得先和索拉姆会合。巫师大人，巫师大人，我现在感觉被蚂蚁叮咬的地方好痒。忍住，千万别挠。巫师大人，这是肥皂水？对，肥皂水呈碱性，能够中和红火蚁的酸性，缓解伤口的疼痛。好神奇，一点都不痒了，完全好了。你想多了，这红包要彻底消退，怎么样也要几天时间。还好白眼嗅着气味找了过来，省去了和索拉姆会合的时间，使得伤口得到了及时处理。否则以红火蚁的毒性，那被叮咬的地方现在应该起水泡了。今天可以说是我们进入雨林这么多天来最为狼狈的一日，被红火蚁追了大半天，此时疲惫不已。即便天色还早，也没了继续赶路的气力，只能就地搭起了帐篷，等待明天再继续旅程。巫师大人，雨鞋它坏了。没坏没坏，只是塑料面碎了而已，融了再重涂就行。你不要激动，先把鼻涕擦一擦。果然，用塑料做成的雨靴还是比不上用橡胶做成的雨靴啊。没想到在这里竟然会有牧牛。这是牛奶树。巫师大人，这树有什么特别的吗？这是能够产出牛奶的树，能喝的树。牛奶？能喝的树？这种树的汁液成分和牛奶相同，虽然刚采取的时候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但只要加入一定的水稀释，并且加热后，就会散发出牛奶的香味。好香啊！哇，这是从未闻过的香味呢。啊，这是什么？未免太好喝了吧！这就是所谓的牛奶吗？先是能吃的西谷椰子树，后是能喝的奶牛树，这大自然还真是神奇。哇，索拉姆，该换班了。是在担心你的族人吗？巫师大人，还有1个多月就要到祭祀大典了。祭祀大典？在6月初步入夏季的时候，城邦里的祭司会举办隆重的祭祀大典。索拉姆此前说过，城邦里的祭司会将活人当作祭品献给神明，他应该是在担心自己的族人会被选中吧。我记得你有说过，从你的村子出发只需要10天的时间就能到达城邦。现在我们已经走了1周的时间了，还有几天就能到达城邦，完全能赶在祭祀之前将你的族人买回来。谢谢你，巫师大人。6月初的祭祀大典无疑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压力，虽然时间很充分，但难以确定城邦的具体位置，所以也很难判断剩余的路程时间。所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必须加快步伐。随着我们的推进，也开始遇到其他的玉米人村落。这些村落有大有小，小的和索拉姆他们的村子差不多，10几20人，大一点的甚至有上百人。是因为靠近城邦的缘故吗？遇到村落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不过秉承着不接触的准则，我们都是选择绕开，以免生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他们这是去哪里呀？索拉姆，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部落里的长老没提过。这条路的通向和我们前进的方向一样，你们说这会不会是通往城邦的道路？快点儿，哥哥，再快点儿，香味越来越浓了。一个小孩子，一个青年，对我们构不成威胁。哥哥，就是那个香香的味道，我想吃。唉，那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乖乖的，不要乱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那个，我能用这条鹿腿和你们换一点你们吃的食物吗？一点就好了。不行的话，我可以再加一条腿。一条腿就够了，但你要回答我几个问题。这男子既然出现在这里，关于那条道路，他没准会知道点什么。我叫虎爪，这是我妹妹阿雅，谢谢你们愿意和我们交换食物。谢谢，哥哥，这简直太好吃了，肯定是神赏赐的礼物。你们难道不是来参加祭祀大典的？我们是第一次来，所以不太敢确定是不是走对了路。这还真让拉格纳给说中了，这条路是通往城邦的，正如我们之前预料的那样，从虎爪那里得到了需要的信息。根据虎爪所说，那条道路直通城邦，而那些人则是前往城邦参加祭祀大典的。但以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想要到达城邦还需要2天的路程。不过离祭祀大典的举行日期还有一段时间，你们可以慢慢走。对了，你们应该都准备好进入城邦所需要的费用了吧？费用？进入城邦还需要费用？之前就见到因为没有准备入城费用而无法进入城邦的人，这才多心问了一句。没想到你们真的没有准备。这费用是怎么算的？用贝壳支付？贝壳算是一种货币，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可可豆、烟草和玉米之类有价值的东西支付。那一个人的费用是多少呢？如果你说的是贝壳的话，那每个人需要20枚贝壳。20枚？如果你不够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物品和其他人交换货币。当然，你也可以和我交换，用你们的食物来换。不过我这里是可可豆。我怀疑你之前的话都是为了和我交换食物而做的铺垫。这城邦竟然有入城费用之说，城内的秩序。
惜，你们选错了下手对象。他们手里那散发着冷光的是什么武器？是艾克屈瓦大人赐予的吗？我们的武器竟然全都被砍碎掉了。我们这边人数比他们多，能赢。他们一直在保护那个女人，先对那个女人下手，牵制住他们。哦，这就是当初海盗和我们交战时依靠武器所获得的巨大优势吗？这种感觉实在太爽了。好的武器固然重要，但自身的记忆才是从战场上活下来的根本。这话听起来怎么感觉像是我们成了坏人似的？不过话说回来，埋伏在这附近的人竟然有近20人，若非在武器上占优势，刚才还真不一定能将他们压制住。即便是现在，也得小心才行，毕竟还要护着索拉姆和大帝。朋友，我们来了！虎爪兄们，那前蓑衣怎么会遇到他们？快退，我们不是对手。怎么就跑了？又见面了呢。又见面了。我的朋友，你们没事吧？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呢？谢谢。还真是够巧的，这么快又相遇了，就好像是知道我们在这里一样。我们不是和他们一伙的，只是今天起来的时候看到天气很好，所以心情很好，就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城邦所在的方向赶去。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只墨，所以就一直追呀追。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朋友，你昨天那么慷慨的送了我们食物，要是能回报你们就好了。又想到你们也要前往城邦，所以想着看看能不能沿着大道找到你们，结果就真的遇到了。肯定是神指引着我们再次相遇。朋友，要不要一起顺个路啊？一起走就能吃到好吃的了。晓得了，应该是溪谷肉干吃完了。我们最后还是接受了同行的请求。在这种复杂环境下，有这么2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后面的路无疑会好走很多。既然在雨林里走都有可能遇上半道打劫的，那还不如大大方方的现身。以及刚才在雨林中的战斗，让我们对玉米人的战力有了个大概的估测。哇，好多人！突然见到这么多人，还真有种不现实的感觉。我怎么感觉他们有意在和我们保持距离？那大概是你们身上的衣服吧。只有城邦里的贵族才能买得起那么多的布料呢。确实，和你们比起来，我们这衣服就显得有些引人注目了。我们要不要换成和他们一样的衣服？如果有衣服可换的话，而且能让他们忌惮，说不定还能少些麻烦。我们拥有铁制武器，在人数差距没超过3倍的战斗，也能从容应对。终于不用待在那泥泞潮湿的雨林里了。索拉姆，这段时间应该不会再下雨了吧？最近几天里都会是个好天气。虽然这路是人为踩踏出来的，免不了坑坑洼洼的，但比起雨林里，那可真是好走太多了，而且视野开阔，让人心情都好了不少。这是盐吗？好细！是从哪里得到的？可以告诉我吗？你们的盐是怎么样的？就是晒干海水得到的。原来牛奶树的汁液这么好喝。全都是盐巴呀。那边好像有什么情况。原地休息！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其他人都这么怕他们？是城邦里的士兵。让人讨厌的家伙。那被绑着的又是什么人？俘虏？对，每次祭祀大典开始之前，这些士兵就会袭击周围的村庄，抓祭品。袭击周围的村庄？城里的士兵知道村庄所在的位置？不知道，但他们会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找。为了确保能够准备好足够的祭品，他们也会购买俘虏和奴隶。那你们的村子？有被找到过哦，不过那些士兵都被村子里的大家杀了。那一次收获了不少东西呢。杀城邦里的士兵？
你们不怕遭到报复吗？只要把来的士兵都杀死，就不用担心会有人知道啦。不过一个7、8岁的孩子，而且还是女孩子，竟然是对杀人这件事习以为常了吗？虽说这是人文环境的使然，但这还是让人心里发怵啊。用这个看吧，能看得更清楚。临近城邦，索拉姆的心变得越发着急了起来。那群俘虏，他估计是担忧自己族人就在其中。等到了城邦，一定会找到的。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至少眼前的俘虏里面并没有索拉姆的族人。哇，看得好清楚啊！这是什么？好神奇！这一晚我们没有再搭建帐篷，而是席地而睡，就如同其他人一样。毕竟帐篷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在这种环境中，还是尽量低调点比较好。这个，阿雅想用哥哥和你换这个。阿雅 ，What？ 第2日，我们跟着人流一同往城邦走去，这不禁给我一种小时候从村子里到镇上赶集的感觉。就是这路上有点不太平，偶尔会发生些小冲突。只是对于这种情况，这一路的人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就连城邦里的士兵也是如此。而且正如我之前猜测的，我们身上穿的衣服让人忌惮，倒是没有不长眼的人敢找上门来。一直到3天后，抵达了城邦所在。那就是城邦吗？好大啊，犹如一座山一般。是因为见过实验室的缘故吗？虽然还是被城邦的大小给吓了一跳，但并没有被震惊到。还有半天，我们就能到达城邦了。奇怪啊，这城邦的轮廓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沙雕，你去探探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玛雅金字塔。玛雅？金字塔？你们是玛雅人？那是什么？我们是玉米人哦。虽说我没有亲眼见过，但作为极具传奇性的建筑物，我不可能认错。眼前的建筑就是玛雅金字塔，可虎爪兄妹乃至索拉姆却都称自己为玉米人。等等，我记得玛雅人这个称谓是根据城市玛雅而得来。朋友，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没事，我们继续走吧。玛雅人是后来人所取的名字，而玛雅人自身则是称自己为玉米人。对了，虎爪，你知道5大预言吗？就是那世界末世啥的。世界末日？这个世界要崩坏了吗？看样子，这第3区的居民都是被时空暴风从其他纪元给带到这里的玛雅人。快走快走，不要妨碍后面的人。这就是神庙吗？好雄伟！都是7、8人的队伍，不好下手啊。难道就没有4、5人的小队吗？那黄色一团团的东西是什么？也是货币？那是烟丝。点燃后会散发出白色的烟雾，呛呛的，十分让人讨厌。槟榔也能用来做货币，不过玛雅城邦竟然还有护城河，只是这护城河未免有些太窄了，感觉就像是个摆设。守城的士兵会不会太少了点儿？难道不担心会有人从其他地方直接跳过护城河吗？这个距离应该很容易跳过去吧。朋友，你最好不要产生这种想法，要是被神知道，降下厄运那就完蛋了。神明大人可是无处不在。我知道了，看样子直接跳过去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个人是不是没有缴纳入城的费用？那是城邦里的居民，他们会有专门的身份证牌，进出城邦就不用缴纳入城的费用。哦，那怎么才能成为城邦里的居民呢？好家伙，还有身份证？这个没有办法。据说城邦原本也是一个村子，某一天神明降临，传授智慧，才有了城邦的出现。
之后城邦不再接受其他村落的人。没有入城费，就滚到一边去！这是第几个没带入城费的蠢货了？应该是从很远的村子过来的吧？虽然玛雅金字塔近在咫尺，但过了桥后，率先见到的却是一片耕地。耕地中有不少奴隶，在士兵的看守下，点燃玉米枝杆和枯叶，清理枯枝败叶的同时，燃烧后所剩下的灰烬也是很好的养地肥料。城邦里的耕地面积相当的大，根据胡爪所说，玛雅城邦大体分为3个区域，最外围是种植的农耕区，其次是平民所居住的居民区，最中间则是祭司和贵族居住的神庙。整个城邦被十字穿插的护城河划分为东西南北4个区域，每个区域中都有一个大型集市。好热闹啊！好多有趣的东西。这里就是城邦内的样子吗？朋友，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我想知道哪里有奴隶售卖。看不出来啊，大哥哥，你们竟然想买奴隶，好嫌弃。朋友肯定只是好奇的看看而已。是的，我只是好奇的看看。这丫头还真是心直口快啊。售卖奴隶的地方往往都是集市里，最为热闹的摊位，就像那里。哎，精壮的男人，精壮的男人，我们可是出动了3个人才将他擒获。也就是说，这个男人1个人能比得上3个人，却只需要吃1个人的饭，而且健康。哎，来看看，绝对的健康。起拍价200颗可可豆。我出250颗可可豆。我出300颗可可豆。我出100枚贝壳。索拉姆，大姐姐的族人被抓走了，是阿雅错怪大哥哥你了。朋友，其实这才是你们来城邦的目的吧？算是其中之一吧。贩卖奴隶的地方不止这里，其他的城区也有相应的市场，我们可以去看看。感谢您带着我来到这里，接下来寻找族人的事情就不麻烦您了。对您的恩惠，索拉姆不知该如何报答。如果我能找到自己的族人，如果您还会回来到村落的话，我愿意做您的仆从，即便是死后，我的灵魂也会永远的侍奉你。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确实要好好感激我。但是，那我也得谢谢你才行。多亏了你，我才会来到这里。虽然急于去玛雅金字塔探索，但索拉姆的事情更为重要，还是要先帮着他继续找寻族人。虎爪兄妹也在帮忙寻找，用他们的话来说，朋友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不过认识几天，只是在交易的时候给了他们一点优惠而已。朋友着实是够不着，但这份情谊我们也必须放在心上。不得不说，玛雅城邦是真的大呀。虽然与现代都市没有可比性，但面积也极大。上午10点抵达城邦，寻找了5、6个小时，才将整个西区给找过一遍。抵达南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人慢慢变少了呀。看样子今天只能暂时到这里了。我肚子饿了。我也是。那阿雅晚上想吃什么？要不要去吃那个？要。那个就是热可可呀。哎，看起来都很美味可口呢。我要放这个。玛雅城邦里竟然还有这种类似路边摊的地方，而且食物的种类还挺丰富的。30个可可豆，谢谢。30颗？我记得你们的可可豆都用来和我交换了吧？所以哥哥现在正在帮人干活啊。朋友，你们尽管吃，这里交给我就行。我们自己带了食物，谢谢你的好意。好家伙，直接出卖苦力吗？请问客人，那边的金雕是你的吗？好苦好辣啊！好奇怪的味道，就像是烂掉的果子就着蜂蜜。在可可豆里加辣椒这种操作，正常人实在接受不了。
这个叫热可可的东西还真是奇妙。谢谢朋友请我们吃东西。谢谢。真的可以用这个支付吗？可以，完全可以，算你一个淋雨100颗可可豆。要谢的话就谢沙雕吧。话说，我们今晚上睡哪儿？入夜后，居民区里不允许外来者停留，所以我们得退回农耕区。玛雅文明，一个被誉为来自外太空的，在外星人的帮助下建立起的文明。哎呀，热。是不是火太大了？我把柴火撤。朋友，我和阿雅先离开一会儿，你不用担心我们。哥哥，热，哎呀，好热！哎呀，乖，再坚持一下，我们到了。又让朋友请吃饭，真是实在不好意思。大哥哥真好。讲道理，我并没有见你有多不好意思。昨天晚上，虎爪带着阿雅离开了3个小时，两人像是从水底捞起来似的，浑身湿透。阿雅更是昏迷了过去，一副虚脱的模样。本以为出了什么事情，但第2天又变得生龙活虎。虽然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每个人都有秘密。既然虎爪没解释，那还是别问的好。快点，神庙那边现在有圣球比赛。他们说的圣球运动是什么呀？朋友，你要不要去看看？估计现在4个区域的人都正往神庙那边赶去，那是一项十分神圣的运动。走近一看，感觉更巨大了呢。这看起来比我们之前所修建的房子还要坚固。一想到这是完全由人类修建起来的，就感到震撼不已。更让人在意的是，这玩意儿怎么看，怎么这么像中国龙的脑袋？这是黑战神埃克曲瓦大人，主管战争、暴死和人祭。我记得之前遇到的那3名玛雅人就有提过这个名字，没想到是这位神灵。这是雨神恰克大人，这是冥府之神阿普切大人，这是月亮女神伊西切尔大人，这是羽蛇神库库尔坎大人。哎，他的头上有一条大蛇呢。那个是库库尔坎大人的化身哦。这化身和中国龙的图腾极其相似。这个又是什么神？和其他的壁画相比，这壁画的颜色要艳丽太多，感觉像是后面添上去的一样。智慧女神，听城邦里的居民说，女神曾经降临这里，将知识交给祭司。这是真的吗？每每谈到神奇，卡塔就没了平时的淡定，还真是虔诚。不过这遍布长廊的壁画有点像是敦煌壁画，这两者都是描绘了很多的神奇，都是各自民族的文化瑰宝，但这里除了神奇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容，例如整个祭祀的流程和经过，血腥且残暴。但这与民族无关，人类文明在初期都普遍出现过活人祭祀，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走出长廊后，眼前如山丘连绵的金字塔群，让人有种行走在巨人脚下的感觉。这视觉上所带来的冲击着实的震撼。这座玛雅金字塔前的广场上站满了人，这就是所谓的圣球运动比赛。冲啊！干死对面！你的脚是摆设吗？踹他！圣球运动的规则很简单，只要将球投入对方的10环中就能获胜，但比赛中
不能用手碰球，不能用脚踢球，只能用肘部、前臂、膝部或臀部击球。足球和篮球的结合体，也可以动手打人的吗？可以哦，直接将对手打死，再把球投入10环中也可以呢。小心！猫的反应。什么？这恐怖的力道是怎么回事？朋友，你的手还好吧？没事。你能把球给我看看吗？好重，这至少有6斤。见鬼！这么重的球他们是怎么踢的？这种速度砸在人的身上，怕不是相当挨了一拳。而且这球似乎是用橡胶做的。球！圣球比赛这么危险的吗？通常只有祭司大人举办的圣球大赛才会这么激烈，这种普通的比赛还是很少见的。这就是圣球大赛！圣球大赛？祭司大典已经举行了吗？你没听说吗？今年祭司大人将圣球比赛时间调整到了祭司大典前。哎呀，我们走。你们去哪儿？对不起，朋友，我没办法继续帮助你们了。拜拜。他们走掉了呢。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应该和那所谓的圣球大赛有关吧。趁着比赛还没结束，我们也开始吧。所有人分散行动，寻找有售卖奴隶的地点，半小时后集合。我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什么圣球运动，寻找索拉姆的族人才是重点。火爪说过，圣球比赛极其神圣，城邦里的人基本都会前去观看的。这就意味着，在这神庙内，我们能看到来自4个区域的人，不用一个一个区域的去寻找奴隶主。不过可惜的是，这一天我们找遍了所有奴隶，也并没找到索拉姆他的族人。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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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拉姆！索拉姆！30、300颗可可豆，或者100枚贝壳，我只要这2样东西。当然，你也可以用这只金雕和黑狼来和我换。300颗可可豆，这能不能少点儿？沙雕和白眼那是绝对不可能换的。不行。哎，得，从虎爪那里换来的可可豆全没了。得救了！得救了！索拉姆！索拉姆！这鸟竟然会说话！这鸟寄宿着神灵的化身吗？哇，好神奇！这鹦鹉，没错，这就是黑羽饲养的小黄。你好，你好，小黄，你知道黑羽他们现在在哪里吗？跟我来，跟我来！沙雕看住他，其他人快跟上！好大！这是怎么建起来的？啊，戒指指向了眼前的金字塔。站住！什么人？前方神庙未经允许，不得靠近。赶紧离开这里！好，我们这就走，不要激动。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祭司和国王所住的金字塔吧？看守这么严密，即便是想要偷摸溜进去，怕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是你们？哈哈，我远远的就看到了有几个熟悉的身影，果然是你们。大叔，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来给神庙里的祭司大人们送这个热可可。要知道，只有城邦里最美味的热可可才能送进神殿里，也就是说，叔叔我做的热可可是最香甜的。哇，好厉害！那个像是泔水一样的东西，竟然有这么多人喜欢吃吗？你还没说完吗？这是朱元璋吃烧饼，马皇后请厨子进城。
走吧。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字塔北边的墙的影子从上到下由笔直线条逐渐变成波浪形，一直延伸到神塔上面的蛇头，其形状宛若一条巨蛇从塔顶向大地游动。这就是被称为玛雅奇景之一的光影蛇形吗？巫师大人，我们就这么回去了吗？你们也看到了，神殿周围看守森严，硬闯太危险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得做点准备，好让他们请我们进去。请我们进去？那要怎么做？刚才那位大叔也说了，城邦里最美味的热可可会送入神殿当中，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收集大量的可可豆。虽然不知道戒指为何指向了金字塔，但这其中肯定有所缘由，我一定要进去看看才行。城邦里果然也有红薯售卖，想想也是，毕竟南美洲可是红薯的老家，而土著居民玛雅人将其作为作物也实属正常。不过除了可可豆之外，我们还需要红薯和香草。好烫，好烫！这个叫红薯的东西，好软糯，好可口。巫师大人买这么多的这个叫做红薯的食物，是为了当储备食物吗？红薯这种东西虽然好吃，但极易消化，即便是吃得再饱，也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再次感到饥饿，并不适合储备。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吃太多了就会和阿鲁巴一样。这些红薯实际上是为了制作调配热可可所需要的糖浆。在简单休息后，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分成2组，同时熬制糖水和烧煮可可。一组负责烧煮红薯，另一组将可可豆中的水分烘干，把烧煮着红薯块的水变成淡红色，这就是糖分渗出的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后，糖水中的多余水分蒸发，最后剩下的是粘稠晶莹的糖浆。可可粉则需要加入香草干继续磨。若不是吃过一次，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散发诱人香味的东西竟是那么的难以让人下咽。放心，这一次不会了。可可味苦，加入糖浆则能调和其中的苦涩。牛奶醇厚，用以提升入口的顺滑。最后再加入香草，增加香味。哇，这比那大叔做的要好吃100倍！太奇妙了，甜和苦分明是2种对立的味道，可现在却没有发生冲突，而是互相衬托着，彰显着彼此所特有的味道。苦味还是重了些，得再加点糖浆。巫师大人，我有件事情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直接加蜂蜜呢？确实蜂蜜很甜，但蜂蜜在超过60度的水温下就会变酸，失去了原本的甜味，但糖浆不会。当然也可以将可可静置一段时间，等其温度降下来后再加入蜂蜜，但这样蜂蜜和可可的味道就无法完美融合，味道杂乱。啊，原来是这样。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啦！全城邦最好喝的热可可，麻烦给我1碗。哎呀，我也急，后面的别挤啊！大家排好队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我从没喝过这么好喝的热可可，这实在是美味了。我感受到了神在召唤。已经卖完了，这才过了1个小时。我们应该多准备点。巫师大人快看，好多的可可豆！辛苦熬制热可可后，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可可豆，数量是制作成本的2倍之多，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我们还需要把热可可推广到整个城邦，最后传入祭司的耳朵里。热可可的售卖还要继续。之后几天，我们辗转城邦的各个地方售卖，
城邦里的人数大概有3、4万人，预计只需要1周的时间，祭司就会注意到我们。什么情况？怎么可能？我明明已经打穿了你的身体。好厉害！在5个人的围攻下，竟然只用了1招就扭转了整个局面，很可能和索蒙森一样强。请问，我可以在你这里工作吗？只要给我一点点热可可。这么大一碗的热可可，真的可以送给我吗？喝吧，免费的。实在太感谢您了。我觉得你可以把竹筐放下来后再吃。这是碘石，主要成分为碳化钙，白色晶体，工业品为灰黑色块状物，断面为紫色或灰色，遇水立即发生激烈反应，生成乙炔并放出热量。这块石头我可以拿来看看吗？您需要这个吗？都拿走也没关系。哦，水瞬间烧开了。接下来你们最好往后退一步。忽然间就炸开了，不可思议，水中竟然窜起了火焰。果然是碘石，还好离得远。你能告诉我这些石头都是在哪儿得到的吗？碘石遇水极易发生反应，自然界中绝对不会存在。没想到在城邦里面，竟然还有着这么一片森林。听我父亲说，在很久以前，这里并不是这个样子。自从这里被邪神诅咒之后，就很少有人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一片树林。邪神诅咒？那一天，神庙中忽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紧接着就是一声剧烈的声响。当时在神庙里的人，瞬间都被邪声变成了焦炭，夺走了灵魂。不过，这都是听我父亲说的。那你呢？为什么敢来这里？不怕什么邪神吗？好家伙，说的一脸凝重，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亲眼见到了。因为祭司大人说过，那里的邪神已经被他赶走了。这么厉害？我们到了。我们就这么走上去没事？玛雅金字塔都被城邦里的人视作神圣的地方，不容侵犯，只有王公贵族以及祭司才能登顶。然而现在这小老弟竟带头往上爬去。因为已经荒废了，神明已经离开了，所以不用担心会冒犯到神明。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石壁竟然直接融化了。那一筐的石灰石就是从这里捡的。这就是木炭生石灰，石灰石碘石。工业上获得碘石的办法一共有2种，分别是电炉熔炼法与氧热法。其中前者的反应为氧化钙和碳放入电炉中，在高达2000多度的电弧下生成碘石。制备碘石的材料齐全了，至于反应条件，从墙面来看，除了电流，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留下这样的痕迹。只是这电流哪里来的？这实在让我想不明白。闪电？不，即便是闪电，也不可能造成这么恐怖的威力。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有点眼熟，不过一时半会儿却想不起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玛雅人能够制造出来的东西。这附近的其他神庙也可以上去吗？还有，我刚才就想问了，你拿这么多石灰石来干嘛？建造神庙需要用到石灰。明白了，拿去卖是吧？啊，这么说来，我今天似乎是耽误了你时间了。这样吧，等回去我付你报酬。不用了，您送我热可可，我已经是感激不尽，帮助您这是应该的，实在不能再要您的报酬了。这小老弟连件上衣都没有，应该是城邦里的平民吧？果真是应了那句话，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
这货架上原本放置着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石灰石，之前还有，不过都已经被我拿走了。和此前那庙不同，这神庙里不见一点木炭。看样子，我的此前猜测是准确的。那些木炭、焦炭，都是在电流下由木头转化而成，和玛雅人打算用来粉刷的生石灰发生反应，这才有了电石的出现。您是在找什么东西吗？对，一些稀奇的东西，比如亮晶晶的石头。所有的神庙顶上都有这种石头吗？虽然和我见到过的有些不同，但这怎么看，怎么像是太阳能光伏板？不过这缺口是怎么回事？有的有，有的没有。走，我们去看看。实在太感谢您了。真要说的话，还是我感谢你才对。巫师大人，直接放进罐子里就可以了吗？会不会爆炸？放心吧，只要不遇到明火，就不用担心什么。电石加水后所产生的乙炔，是一种极佳的燃料，能值得温度极高的喷灯。即便是在船上，没有高炉的情况下，也能进行高温实验。只可惜，找遍了那树林里所有荒废的神庙，也只找到了这一筐电石，得省着点用才行。不过比起这个，更让我在意的是，神庙中那类似于太阳能光伏板的东西。我搜遍整个金字塔的顶部，验证了那位小老弟的所言，不是所有的金字塔顶部都有太阳能光伏板。不过从那顶部的坑洞来看，这些金字塔在建立初期都是有着光伏板的，以及光伏板上那明显是人为造成的破坏，显然是故意有人破坏光伏板，并引起了光伏板爆炸，这才有了那所谓的邪神事件吧。也正是因为爆炸，使破坏光伏板的人受到惊吓，以至于没能把光伏板全部搬走，就仓皇离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光伏板，却镶嵌在属于这个时代所独有的金字塔上。更重要的是，竟然有人会去破坏它。由此可见，动手的人有可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起初见到电石的时候，还以为是那名祭司做出来的，谁想这电石竟然是一次意外所造就的产物。巫师大人，热可可已经卖光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收拾东西，准备回去了。算了，还是不想了。这零散的信息也推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今天来了好多人，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昨天听城邦里的人说，今天是圣球运动的决赛，所以才会来了那么多人吧。虽然人很多，可就是没人来买我们热可可。话说，那个人应该进入决赛了吧？从头到尾都是1打5。他们忽然跪下了，我们要不要跟着一起跪下？那是祭司大人。快行礼，别让他们注意到我们。这两人哪个是祭司？但不管是谁，给我的感觉都不像是有学识的人。不过嘛，你能听到他在说什么吗？不行，离得太远了。没错，就是这种眼神，永远那么的让人着迷。比赛开始。这就是那位战士吗？果然很强，可以为我所用。祭司大人，平民，你很幸运。可以得到可可豆或者奴隶作为赏赐，这可以自己选。这当然可以，但是这二者只能选择其中一样。明天早上我会到这里来接你们，记得要做好准备，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要记住，这可是你们的荣幸。我们一定准备妥当。竟然还有赏赐可拿，这也算是个意外之喜。本想着进入金字塔后，想办法通过交易的形式将索拉姆的族人给买回来。现在好了，省去了这个麻烦。你们快看上面！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真幸运，能够成为神明大人的力量。
神明的圣光将永远庇护我们。这太残忍了！这种献祭根本就是在亵渎神灵。我想，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会好些。拉格纳，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这倒没有，就是感觉有些闷热。那就再多加几个透气孔，这样可能会好些。剩下的就等明天了。他不会要求把面具拿下吧？我记得城邦里有不少玛雅人都戴着作为装饰品的面具。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进入神庙后要跟紧我们，都记住了吗？明白。原来原型可以这样使用吗？这人看起来推得好轻松啊。因为这里是国王和祭司所居住的地方吗？这河的宽度目测至少10余米，跳是跳不过去的，比那作为摆设的护城河要强太多。那是食人鲳，也称食人鱼，是分布于南美洲亚马逊河中的一种鱼，因长有锋利的牙齿和成群攻击大型动物，因而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动物之一。食人鲳分为群居和独居两种，前者个头小，但生性凶猛，而后者一般个体较大，但性格较为害羞，一般不会主动攻击比自己大的生物。乖乖，这要是掉下去，那岂不是等于玩完了？起初在外边看的时候，虽然觉得巨大，但还没太多的感受。现在走近一看，才能切身的感受到眼前是怎样的宏伟。这得修建多少年？竟然有人进出！看样子，这金字塔并不是献祭和供奉之能，同时还是居住场所。和其他的金字塔相比，眼前的金字塔简直是庞然大物，差距极大。以大平台为界，一共分为3大层。第一层为仆人、奴隶和士兵的住所，第2层为贵族住所，第3层则是祭司和国王的住所。至于最顶层的庙宇，只有除了祭司能够自由出入外，即便国王也要经过祭司的允许才能上去。这里就是第2大层了。走廊四通八达，整座金字塔内部几乎都是空的。这里就是厨房，你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吧。1个小时后，我来取热可可。这一点小地方，突然有种回到乡下的错觉，而且还派人守着，看样子想要随意乱窜是不可能的了。还好昨天晚上做了准备，但现在还是先把热可可做好再说。所有的烟都被这个东西吸走了。好神奇！这个叫做烟囱。当烟钻入其中的时候，由于其自身气体密度相对较小，容易向上流动，这样就使烟囱入口存在负压，也就是抽力，灶台所冒出的烟雾就会源源不断的抽走，同时也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抽力。虽说烟囱的制作相当简单，随便7条道就行，但能知道其中的原理倒也不简单。这或许能做点文章。